学同学，我真的特别喜欢他，也很舍得给他花钱，但是我为他付出这么多，还是得不到他的真心。他现在的疑心病越来越重了，总是挑我的刺儿，有事儿没事儿找茬跟我吵架。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把我当成了他的钱包，而且最受不了的是，他竟然还骗我，一直背着我跟他前女友纠缠不清。前女友是他主动联系我的，而且我也说了我现在有女朋友，我俩真的不是他想的那样。我对他这么好，他却一次次骗我，我真的接受不了，我已经伤透了。就能让我失去灵魂。你这样欺骗我，我伤透了心。来，掌声请出这个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鱼22岁，来自山西，是一名学生；女嘉宾小南22岁，来自山东，也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主持人好。啊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困惑的很是吧？啊，我一会儿再问困惑啊。同学吗？同学，大学同学吗？对。怎么好上的呀？谁追的谁呀？他先追的我。你追的他？对，我刚喜欢他的时候，他跟他前女友还没分手呢。然后我就一直默默的关注他，后来我看他朋友圈发特别消极的那种，我就主动问问他是怎么回事。他说他跟他女朋友吵架分手了。哦，然后你呢？然后我感觉我的机会到了。然后你就？我就请他看电影、吃饭，然后逗他开心。然后他就？我们俩在一起了。然后我觉得终于把男神追到手了。男神，哇，在男神受伤的时候，一剂良药，抚慰了你的伤口，是吧，男神？哈，是这样的。是这样的啊。这怎么了呢？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对他好是应该的，我多付出一些嘛。啊。我觉得让他选择，我觉得没有错。啊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喜欢听陈奕迅的歌，我就知道他喜欢陈奕迅。啊。刚巧去年陈奕迅来开演唱会，高价买了2张那场票，请他去看了，就为了让他近距离的接触一下他的偶像。啊。只要他开心，我觉得我干什么都值得。哦。结果他现在越来越过分了，他现在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他女朋友，我觉得在他心里，我就是他的钱包。你把人当钱包了？我从来没有把他当做钱包啊！你看，只不过他在这个段感情里面投入的物质，确实要比我多一点啊，确实比你多啊。对，你怎么会觉得他把你当钱包呢？你说具体的事儿。就今年白色情人节的时候，白色情人节，我闺蜜她男朋友人家提前1个。白色情人节是3月14号那个节吗？对。人家我闺蜜她男朋友，人家提早1个月就开始定什么安排呀，什么人家情人节1个电话一大早就走了，开人朋友圈秀的。我那天是咋过的？我等他电话约我，你是说2月14号还是3月？3月14号白色情人节啊。然后白色情人节不是女生给男生送礼的吗？对呀，我打电话约他出来之后看电影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没钱了。手机坏了，要换个新手机啊！刚好白色情人节，我给他换个新手机。买了吗？他说他只有1000多了呀，那我肯定买了呀。因为我觉得只要他开心，我花点钱算是，只要他能多喜欢我一点啊！我当时手机不是坏了吗？没有，他跟我说的是他只有1000多，但是银行卡那个消息我看见了，是6000多块钱。我那6000多块钱，你想咱们在北京租房子，还有那个买车的油钱、养车钱，买车，对，就是这我。你看吧，我们俩实习生，我说没有必要，人家在北京实习都是早起挤地铁呀，我们俩挤地铁咋了？他跟我说什么来回不方便呀，什么这买车之后省下上下班路费，最主要的是他跟我保证买车了之后每周都会带我出去玩，我觉得买了吗？他问我借钱。买了吗？买了，他要什么我最后都妥协了。不是你从哪儿弄的指标？你能告诉我们吗？我外地车，外地车，对，买了，买了，多少钱？3万多，二手车。哦，二手车，钱是谁出的？钱是我和他一起出的，然后我找他借了点钱，然后借了多少？我找他借了1万多，借了1万多，我给他打借条了。我没想让他还，我给他钱我还让他还吗？有钱的咱也愿意啊！行。当
时我最主要是他保证每周带我出去玩，我觉得这样的话买车的话会增进我们感情。对。那结果你干啥事儿？买车多长时间？我们俩出去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那不是咱们工作忙吗？都工作，我也工作，我是一有空就找他。你呢？我找他10次9次说忙，请他吃饭我就说只要人到就行。你说忙到吃饭也拒绝我，说他没时间。你做什么工作呀？现在？我现在是在那个机场做那个机务维修工作。哦，是挺忙的哈。你们也下班吧？我们倒班。咋倒法啊？就是上一个白班，上一个夜班，然后休息2天。那休息那2天不就不忙了吗？那可是上一个白班，上一个夜班以后累了。睡1天不就行了吗？睡1天也不够啊，哪都不想去。他就是对我忙。而且老师您知道吗？就是很多时候都要加班，因为是实习生嘛，都不能保证。那前女友什么时候找你？你什么时候都有空。不，真的，老师。人家累成那样，怎么可能呢？不是说我小气不让他交其他女生朋友，我就是很介意他跟他前女友联系。你怎么会跟前女友联系呢？我偷偷发现的。我上次我们俩出去吃饭，我手机没电了。然后我接他手机给家里打个电话。拿我手机一看，上面有他前女友的通话记录。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跟他前女友还联系呢。那后面我不都跟你解释清楚了吗？你解释些啥？都是他主动给我打电话，我从来没有给他打过电话。那你也不能背着我接他电话呀！你既然是他联系你，应该告诉我。你先给我说清楚，是背着你接他电话，还是背着你跟他出去？先是接了电话，后来我发现他们俩出去了，而且也是背着我。就那一次嘛，就那一次。哪次？我发现的是这一次，他那次他跟我保证的是再也不跟他前女友联系了。结果呢？我们俩上次出去玩，然后带2个手机嘛，回来发现我的小 iPhone 不见了，拉他车上了然后用那个查找定位，我发现车在商场呢，在商场呢。就你说背着我去商场干啥？我立刻给打电话，我说你是不是在商场？我就想扎扎他，跟谁在一块儿。结果呢？那边慌了，回来跟我解释说跟前女友没什么。我说你跟前女友有什么了吗？我介意的是你为什么背着我偷偷去见她。我和我前女友之间真的没有什么，我为什么要解释那么多啊？你没有什么，你为什么背着我去见她呀？这个不是重点，我觉得重点是那么累，怎么能去见女友？那是一种什么动力？你告诉我。那他不是那个，就是前几天他那个丢了工作了。他丢了工作了。丢了工作找你干什么？他心情特别不好嘛，然后他给我打电话，情绪特别激动，然后我怕他想不开嘛，然后他就想叫我出来跟我诉苦我和他之间确实真的没有什么，没什么。他说的没什么就没什么吗？他现在是把前女友放在我的上面，我觉得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了。那个打借条没有啊？借的钱？打了借条，但我压根就没想让他还过呀。哎呀，你是真大方，这钱都你挣的哈。他现在是钱是谁的？我父母的，那我省吃俭用攒出来了。行吧，我省吃俭用的把我父母的钱给捡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现在的孩子行。不是，他现在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了。就我们俩不又半个月没见了吗？因为我约他吃饭，好不容易约出来，点完菜，开开心心聊了没2句，他那边一个陌生电话过来。接起来之后脸色就变了，站起来就要走。就是完全就感觉没有我一样。电话是谁打的？对啊，然后我当然要问清楚，我没让他走。我说怎么回事呀？这么急，饭都不吃了。他说他前女友找他有事儿。我现在听前女友这3个字心里都打怵了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？又想自杀了。不是他想自杀，他下午有急事儿，他把手机还有那个钱包全都丢了。他在北京，他为什么老是联系你呀？你们俩已经结束了呀。他只记得我这一个手机号，他给我打过来，我不可能不帮他吗？我对朋友你为什么要帮他呀？你没陪他去吗？我才是你女朋友，你陪他去不就行了吗？不，我觉得这件事就不应该去呀。他前女友只认识他一个人吗？为什么什么事就三天2头就要找他？然后当时我觉得特别心寒，那天我就直接跟他撂话，我说你今天要是出这个门，咱俩就拜拜。出没出？我话就这样，人家理都不理。走了？那你这个触及到我原则了吗？你啥原则？我对朋友都是那种。他不是你朋友，他是你前女友。我和他之间真的没有什么。你那天为什么不带着他一起去？
说开不就完了吗？哎，确实是个朋友，有点困难了。人家确实不是朋友，我就不想让他跟前女友联系，我很介意这件事，这是我的底线。那我和他之间的情分不是用一次少一次吗？他这一次用完以后，我下次可能就再也不会去帮他了。那你这么伤心，我心寒的是你的态度好吗？我也心寒。你想过你把我自己一个人留在那儿是什么感觉吗？我叫你去你不去啊？那凭什么他钱包丢了我就要跟你一起去帮他呀？确实是哈啊。我们俩好久没见了，出来吃顿饭。怎么样？我感觉我现在真的是特别委屈，我觉得我已经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对他好了。那你想怎样呢，姑娘？你说说。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改变一下我们俩之间的状态。改变状态？不是要分手啊？我还喜欢他。你还喜欢他？你不是底线都被挑战了吗？他跟我保证，可是他前女友一直找他。你信吗？唉，谈恋爱谈的啥都忘了。男生，你意识到你错了吗？有很多问题。我确实有问题，我也承认我自己有错误。但是我这个人，他就是朋友，如果说找到我的话，我都是那种有求必应，不会拒绝别人那种人，你知道吗，老师？他不是你朋友，你能不能摆正这件事情？我不是不让你交女性朋友，我就是不想你跟你前女友再联系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会改的。哼，哎呀，听的这叫一个纠结呀！行了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们还是从你们俩一开始那会儿谈起啊。女孩一开始就把自己贴上了一个标签，其实具体怎么样的感情你最清楚。如果我说的是对的，你趁早跟他分开，找你的前女友去；如果我说错了，拿出行动来。就这么简单。好，谢谢曲总。问2个问题啊，女生，他为什么是你的男神？就是把一个男人标榜成自己男神，肯定是他某方面特别吸引你。他在做什么的时候让你觉得特别有魅力？第一，他又高又帅，我觉得就跟他一样高没他帅，跟他一样帅都没他高。然后比较多才多艺，我们俩都在文艺部。你眼界真窄啊，姑娘！就跟他一样高的没他帅，跟他一样帅的没他高。你们这代孩子应该就都还可以呀，就好。暂且这个事儿不放下不说啊。男生，我问你，你在接受他的追求的时候，你对他是什么好感吗？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？还是觉得我刚失恋，有一个女孩这么关心我，我先暂且用她来填补一下我失恋内心的空白？确实是我失恋以后，他是一直陪着我，而且好，我知道答案了，他就用你填补空白，你听明白了吧？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姑娘，我告诉你一句话，倒追可以，倒贴绝对不行。一开始这个相处模式固定成这样，你之后想要改变这种相处模式，你现在要求他再来关心你，不跟前女友联系，不可能，这是天方夜谭。因为你一开始已经告诉他了，我就是要倒贴你啊，你享受就好了。可是你现在翻回来要求他，你不行，你不能光享受，你要给我回报的。没有，你一开始没有告诉人家要给你回报的。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如果你要是想要让一个男生对你好、爱你，你要先懂得怎么样爱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比你手里的那些银子更值钱。然后这个男生才会用同等的态度尊重你，明白吗？还有就是对男生说的就是前女友这个事儿啊，其实不可怕，谁都有前任。可是最可怕的就是在你面对现任的时候，前女友在你心中比现任重要。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人家，你真的是拿他填补你对前女友那片空白，你就大大方方告诉他。但你又舍不下他这种的可以倒贴你的这个感觉，这样的男人太不想说太难听的话。所以虽然这姑娘傻，她就一根筋儿，但是你不能利用她的这种爱你的这个心，然后变得这么把它变成一种手段，你知道吗？甚至你回去找前女友的时候，你都一次一次的不仅在伤她的心，也在伤前女友的心。所以对于前女友，对于她来说，你都是一个
不合格的男人。所以我觉得，你如果真的那么爱前女友，你要不然就回去找人家，啊，然后放开这个女孩，别因为物质或者别因为什么，把你自己的形象变得不那么高大，不那么帅了。你要对得起男神这个称号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从来就没有什么神，更没有什么男神。之所以有男神，是因为把他当男神的那个人不把自己当人。姑娘，钱可以买来男人的时间，但永远买不到男人的心。你相不相信？其实从内心底深处，他是看不上你的，看不上你为他花钱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不过是挥霍父母的财产，而不是你自己每一滴汗水换来的。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他是看不起你的，你不过是个啃老族。曲筱绡之所以可爱，不是因为她是个富家女，她的公司是靠自己独立承担起来的，甚至于她对于那个所谓的赵医生，她花钱也没有你花的这么愚蠢。第一，她在赵医生身上花钱，她用的是自己开公司赚的钱，不是老爸的钱。第二，他给赵医生花钱，从来不会让赵医生为此而蒙羞，觉得失去了一个男人的尊严。他总是巧妙地给赵医生一种温暖，比如说在他那辆车身上改装一套音响，就是因为赵医生上下班喜欢听古典音乐。他的那些朋友都说：“你索性这么喜欢这个男生，你把他的车换了就是了。”他说：“不。我不能让我的男朋友到处被人指着鼻梁说你是一个靠女人的男人，他是我的男人，我要维护他的自尊呐。这是聪明的女人。而你呢，一不是花自己的钱，二只知道拼命砸。而且还有一点，另外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你的审美好像也不怎么样。他根本没有娶伪帅，一直佝偻着个背在那儿，连胸都抬不起来。你知道为什么他抬不起来吗？因为他一直手心向上。学学赵医生吧。赵医生知道曲筱绡家境比自己好很多，但他从来不会花曲筱绡一分钱，因为他有自己独立的学识。作为一个医生，他有自己良好的操守，他有自己的事业，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。所以即便曲筱绡那么聪明那么漂亮，但始终在赵医生面前他内心是自卑的，他甚至认为自己配不上赵医生。所以同样是金钱产生的隔阂，两对男女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？那是因为你们自己都丢失了自尊。要点自尊心吧，就这样。回去好好想想这点事儿啊！不说了，年轻人，鼓已经敲得够狠的了。来吧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是我对你的好，是我心甘情愿的，但是我觉得我不想把花钱这件事儿到你这儿成了理所当然的了。我不想把自己在你心里变成一个钱包。我承认我是没你花钱花得多，可是我一直在努力，为了咱们以后更好的生活。我加班啥的，我在北京都是为了咱们以后能更好的生活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变得疑神疑鬼。我真的不是我疑神疑鬼，也不是不让你交女生朋友，我就是很介意你和你前女友之间的。可是我和她之间真的没有什么。那以后也不能背着我跟她联系。我和他之间真的已经结束了，我真的是那几次都是推不开，无奈之下才去找的他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啊。来，请关门。是，看看他们醒没醒吧，请开门。
我知道他的选择了。难受吗？我认了。以后还这样吗？这段可以认，以后还这样吗？还会追他吗？记住了啊，没事儿，成长的教训。至少老师说过他之后，他找回了自己的那一些小面子、小尊严，希望他能改变，也算你帮助了他。他的离开其实也帮助了你哦，也帮你成长。谢谢你能来，请回啊。